镜脸上的刺青到底有什么秘密？弯曲的枝叶簇拥在左眼外围，无论是形状还是位置，都酷似一位老朋友。空岛篇出现的桑迪亚人战鬼瓦帕。大家好，我是朱亚本，今天继续来聊海贼王1035话的细节。瓦帕是空岛篇登场的一位重要角色，他是当前时间线上整个桑迪亚一族赢下战争的关键战力。换句话说，他就是桑迪亚一族此刻的大战士，而他的祖先正是当年那个以一己之力捍卫加亚岛，后来和诺兰度成为挚友的卡尔加拉。卡尔加拉和瓦帕区别于其他桑迪亚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他们都很强，是一族的最强战力；二，他们眼部都有明显的刺青。虽然很多桑迪亚人身上都有各种花纹，但只有卡尔加拉和瓦帕在眼睛处有刺青。卡尔加拉双眼周围有一圈圆弧状刺青，仔细对比的话，会发现他酷似镜眼睛刺青的外圈。瓦帕的刺青则是和镜一样，都在左眼周围，虽然也是圆弧状，但条纹更多，神似古希腊文化中的标志。镜的刺青内圈酷似枝叶的形状，也与古希腊标志的橄榄枝十分相似。早在1023话的分析里，我们就将镜身上的设定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对应过。现在来看，有更多惊人的相似点。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与智慧女神雅典娜一起创造了人类。普罗米修斯负责用泥土雕塑出人的形状，雅典娜则为泥人灌注灵魂，教授他们智慧。原始人类因为被宙斯禁止使用火焰，生活十分艰难，于是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从神明那盗走了火焰。宙斯大怒，将潘多拉魔盒放到人间，成为灾祸之源，然后又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老鹰啄食他的肝脏，然后又不断重生，周而复始，持续1000年后才被赫拉克勒斯救下。赫拉克勒斯让半人马卡戎代替了普罗米修斯，让他重新获得了自由。如果把露娜里亚族比作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两者间存在大量的共同点，都能创造火焰，都与黑衣有关，都能让身体重生，都在一座高山上。尾田有没有借鉴希腊神话的设定，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露娜里亚族一词本身就有月亮的含义，再加上卡尔加拉、瓦帕和镜这三人刺青的相似之处，并不像巧合。如果再考虑到桑迪亚人、空岛人、露娜里亚人之间的共同点月球文明，尾田很可能是在暗示他们之间存在关联。主要的线索即是来自空岛篇末尾的短期扉页连载安妮路的宇宙空间大冒险。安妮路在月球上看到了一幅壁画，太古时代，月球人因为资源不足，效仿来到了蓝色星球，月球都市和里面的机器人士兵全部陷入沉睡。安妮路所登陆的月球一片荒芜，不适合生物生存。巧合的是，露娜里亚族被称为能够在任何环境下生存。如果他们就是当年的月球人，又为什么必须要离开月球呢？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月球人虽然有很强的生存能力，但他们也需要通过别的方式补充能量。这个能量会是什么呢？整个月球都市都是由电力驱动，而月球表面什么也没有，所以古代月球人最有可能是从太阳获得能量，再将这股能量转化成电力，供给城市。安妮路看到的第二张壁画里，太阳作为重要标志出现在天空中。海贼王的世界虽说是虚构的，但许多天体规则却很像现实世界。如果我们的假设成立，那么导致月球枯竭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月球再也得不到阳光了。在发生月食的时候，能照射到月球的阳光会急剧减少。如果在海贼王世界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月食，那么极有可能将月球人的能量中断。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盘点过海贼王中历次月亮元素出现时的场景，它经常出现在重要情节中，就像是某种暗示。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翻那期视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壁画里的月球人到达陆地后解决了能源问题，却又哭了呢？从这张壁画中可以推测，他们试图用气球飞回月球，但因为重力不同，身体无法像月球上那样轻盈，最终失败了，只送回了一个火箭形状的信使，将月球人的历史传达回月球。有小机器人们刻下了壁画。由于安妮路是月球都市枯竭后第一个回到这里并带回了能量的人，所以小机器人们把他当成了主人，即古代月球人的后裔。不过尾田将这部分月球历史设定在了遥远的太古时代，与目前时间线上的故事已经关联不大。如果我们把壁画上这3个服饰各异的月球人当成这一族人来到蓝色星球后的不同发展方式，那么现在时间线上的月球人后代有了3种分支。第一种月球人到达了位于万米高空之上的空岛，虽然离大海很远，但对于月球人来说，空岛是他们最先着陆的地方。部分月球人开始在这里生活繁衍，逐渐适应稀薄的空气和特殊的空岛生态，并用继承下来的科技对不同云朵进行改造利用，逐渐开创了空岛文明，但保留着白色翅膀的装饰。由于空岛没有真正的土地，所以哪怕一点泥土在空岛世界也是极为珍贵的存在。空岛人普遍崇拜的大地其实只是一种泥土人偶，而安妮路的梦想就是找到无限大地。第二种月球人离开空岛后继续前进，最终到达了大海，分散到这片海上的不同岛屿，并形成了各自的文明。月球科技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利用能量，在海贼王的世界里，安妮路就擅长使用电能冶炼黄金。加亚岛上的月球后裔凭借类似的冶炼技术，用黄金贸易建立起辉煌一时的黄金都市香多拉。然而当香多拉毁灭后，先进科技遗失，幸存后代组成的桑迪亚一族蜕变成一个原始的部落文明，只记得要守护香多拉遗迹中的历史真文，以及依然保留了后背的翅膀装饰。
另有一部分月球后裔来到了北海的岛屿巴尔基摩亚。为了在这座寒冷的岛屿上生存下去，人们放弃了装饰用的翅膀，穿上了厚重的衣服，并凭借继承自月球的机械科技，创造了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来帮助人们战胜恶劣的环境。扉页故事里创造了机器士兵的月见博士，就是来自巴尔基摩亚，这里也是贝加庞克的故乡。总的来说，来到大海的月球人在不同的岛屿、不同的环境下继续演变，已经和普通人类没有什么区别。而第三种月球人既没有停留在空岛，也没有真正到达大海，而是来到了远离海面的世界第一陆地红土大陆。为了在这块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这部分月球人凭借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开发能量，并且因为来到了另一个星球，现在他们可以见到月亮。他们像以前利用太阳一样，对月亮的光芒进行利用，得到了新的能量，身体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头发变为白色，皮肤变为褐色，而原本白色的双翼也变成了黑色。巧合的是，另一个与月亮有关的种族毛皮族，在变身月光狮子的时候，毛发也全部变成白色。这两个能够利用月光的种族表现出来的能量形式却不同，毛皮族是闪电，镜是火焰，而世界政府对露纳里亚族的悬赏只提到了外貌特征，却没有提到火焰，是不是暗示着露纳里亚族能够使用的力量并不是只有火焰呢？在遥远的古代，露纳里亚族凭借这股力量效仿故乡月球都市比卢卡，在红土大陆地下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国度，并吸引了其他种族。人们将这个国度称为神之国，将露纳里亚族称为神。但就跟潘多拉魔盒的传说一样，这股力量吸引来了人类的贪婪，最终引发了一场巨大战争。露纳里亚族和神之国被毁灭，取而代之的是天龙人和圣地玛丽乔亚。伊姆曾经走向盘古城地下深处，那里存放的会不会就是当年的神之国遗迹呢？接着我们来聊聊索隆，前任海贼王的副手雷利的外号是冥王，而作为未来海贼王的副手，索隆的外号会是阎王吗？用霸王色霸气砍人的剑士有多强？索隆用1035话的巅峰对决让我们见识到了。本话一开始，绿藻头就用带有霸王色霸气的斩击成功撕开了镜的防御。仔细看，此时镜的后背是没有火焰的，所以它的速度会变快，防御力会下降，这是镜的基本设定。与此同时，索隆左肩处也被砍伤，漫画看起来像是后背出血，不过尾田早早立下了 flag， 后背受伤是剑士的耻辱，所以后面几个分镜里也没有出现背部的伤痕，我们就当是肩膀受伤吧。索隆的新招式阎王三刀流炼狱鬼斩也是历史悠久，最早在对付巴基海贼团的杂技师卡巴奇时就用了一记三刀流鬼斩，后来在司法岛大战中又使出了一记三刀流夜美魔夜不眠鬼斩，刀刃产生了视觉上的弯曲，剑气中出现了女鬼的影子。2年修行后，鬼斩再次升级。愚人岛大战中，索隆用一记三刀流炼狱鬼斩秒杀了新愚人海贼团剑士暴藏。后来在和之国，索隆也用这招击败过斩人魔连藏。而到了1035话，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霸气长矛刀刃的力量，招式名称也正式加上了阎王的头衔。这张分镜也对称了当时3位武士破开巨石的样子。双月一族的传人再次杀回和之国，而这一次他不会再失败了。当镜再次想用激光刀将索隆的剑打飞时，索隆突然发力，两人互瞪一眼，双双弹开，同时出现了霸王色碰撞时的黑色闪电。这种感觉像极了当时路飞与卡二一起爆发霸王色的样子。究竟是索隆单方面的力量，还是镜也一起发动了霸王色？尾田又埋了个坑。随后两人继续交锋，镜和三只一样，也能够凭借高速移动实现隐身的效果。索隆即便是早有防备，也必须中招。但在倒地瞬间，又用了一记二杆鸟反杀了镜。二杆鸟并不是新招式，在龙宫城时曾经用这招砍向霍迪琼斯，属于速度极快的拔刀技，能在一瞬间发动。但在这里有了霸王色霸气的加持，威力已经远超之前。两人打到最后，镜即便是在身后开着火焰的情况下，也不敢迎接索隆的招式。正是因为此战以来累积的伤害，让他对炎魔和索隆的力量产生了畏惧。海贼王里的战斗，气势还真是很关键的因素。路飞就经常一鼓作气，战胜实力比自己更强的对手。镜在这里已经输了一半。本画中他使用的新招式火龙皇和御手火龙皇，应该是火焰系列的最强招式，看起来是一种类似岩浆的火焰，烧果实再次掉价。不得不吐槽的是，镜在地下大肆放火，就不怕点燃火药库里的炸药吗？现在整座鬼岛已经没有不起火的地方了。镜最后跳入空中，将所有火焰发动，变成一头酷似凯多的巨大火龙，既是对自己全部力量的宣泄，也有一种对凯多的敬佩之意。而索隆自然也是以自己最强的新招式作为回应，炎王三刀龙130擒飞龙四级，与三刀流奥义一大3000大千世界和鬼泣9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同样都是13个字，也是目前索隆最强的3个招式。他飞入空中的这个镜头，致敬了尾田早期的另一部作品 Master 的主人公剑士龙马。没错，这个人就是海贼王里索隆和刀神龙马的原型。他们在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战斗中完成了同一件事——斩龙。之前我们曾经预测索隆最后会劈开镜的火焰，用斩断火焰的剑来完成这场决战。想不到尾田将斩龙这个符号也加入了进来，索隆做到了曾经和之国刀神双月龙马的传说，也算是回应了光月武士虎火警卫门一次完美的绝杀。至此，这场索隆晋升顶级强者的战斗完美落幕。从对战凯多时爆发的鬼泣，
到对战近时觉醒霸王色，尾田将索隆一直以来独特的鬼气设定进行了明确，将鬼气、霸王色和来自炎魔的地狱气息一路继承下来，并最终变成了炎王系列的新招式。索隆之后就是走地狱之王的路线了。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雷利同样是一名剑士，也是使用霸气的高手，他的外号冥王是不是也与招式有关呢？无论如何，索隆这一战算是把鬼岛决战的结局打开了。1035话开篇就是奎因飞出鬼岛，不仅变回了人形，牙也被打掉了一颗，旁白直接宣布3智获胜。不过有古代种和改造人双重加持下的奎因，即便是从天空掉落，应该也不会挂掉，只不过没有了飞行能力，他自己是没办法回到鬼岛的，成为这场战争中第2个出局的大看板。而在本话末尾，索隆将镜的翅膀和剑斩断，此时他们2个人都在半空中，重伤的镜很可能与奎因一样掉落岛屿，而索隆有可能用最后一丝气力发动飞空斩击，将自己弹回岛屿。镜的败北意味着百兽海贼团干部一扫而空，路飞联军的主要敌人只剩下凯多、大妈、大蛇和福禄寿。这场连载了3年的和之国大决战真的到了尾声，接下来很可能依次上演雷战解决福禄寿，黑蛋大蛇被光月日和船次郎干掉，基德和罗将大妈击退，最终路飞将凯多击败，宣告拿下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个过程应该还有一些篇幅，凯多老师目前还有希望撑到过年。现在的主要悬念已经变成了鬼岛结局如何收场。整个鬼岛篇可以分成2条路线，一条是路飞等人的战斗线，另一条是大和等人的救场线。在之前的分析里，我们认为乌索普最后会出现关键一手，与大和一起解除鬼岛的炸药危机。而凯多败北后，鬼岛的焰云解除，就酷似当时在愚人岛篇末尾，因为范德戴可的能力解除，方舟诺亚掉向愚人岛，桃之助会不会和白星一样，在绝境中激发出强烈意志，唤醒新的力量呢？而路飞这边，主角团必须将 BOSS 们全部击败，堂堂正正的赢下胜利。这是热血漫不变的桥段。2位四环中，凯多的 flag 已经多到飞起，他最后被路飞击败已经毫无悬念。反而是大妈，他与和之国并无仇怨，也不是这场战争的目标人物，与凯多的海贼同盟还没有捂热就打起来了。这过程中，大妈对百兽海贼团也毫不客气，佩吉万就是他亲手干掉的。这时候我们又可以搬出凯多老师的名言了：背叛可是海贼的专长，一旦败局已定，他们就会舍弃你们，独自逃命。路飞肯定不会舍弃武士，但大妈就不好说了。当时凯多在屋顶上第一次被路飞打趴时，大妈就惊讶无比。如果他听到凯多败给路飞的消息，必然大受震撼。自知败局已定，战力又不在身边，最好的选择就是撤退。所以他与罗和基德的战斗，也许会以双方平局，大妈逃离即将坠落的鬼岛，超新星获胜收场。比格曼海贼团主舰就在和之国，大妈现在拥有能够飞行的赫拉，要从这片战场脱身并带走佩罗斯佩罗还是没有问题的。而凯多和百兽团的结局，很可能借鉴当年另一个动物团体 CP9 的结局。当时在司法岛末尾，整座岛屿被屠魔令摧毁殆尽，大批政府特工还在追杀 CP9 的成员，重伤的罗布路奇被其他同伴救走。那么在1035话中掉落岛屿的奎因和镜，会不会成为最后救走凯多的关键呢？百兽海贼团重伤的干部们拼尽最后的气力，带着重伤的凯多萨玛彻底离开和之国。关原玉田最后的意志，让和之国开国再也没有了阻碍。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35话分析的全部内容啦。万万没想到，本话的分析聊了这么多内容，临近篇章末尾，尾田也开始发力了。受到年底的合刊影响，1036话的情报本周更新时间无法确定，大家稍安勿躁。作业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情报，当然也会继续更新有趣的视频，敬请期待。